特工内讧加剧，上演大型狼人杀，重启和平谈判，俄乌停战在即。ATACMS 导弹首次炮击俄本土，美军态度为何转变？被俄胁迫，46000名乌克兰人向乌克兰发起进攻。乌克兰英雄为自由而战，获批6亿美元，雷神公司为台打造防空系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特工内讧加剧，莫斯科正上演一出大型狼人杀。火力军说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重要新闻援引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为了维持长期的俄乌战争，已导致特工政治体系内部失调严重，所有人都在争权夺利，都想从战争中大捞一笔。比起怎样赢得胜利，俄高层更想知道该如何将同僚赶下台。人人自危的特工将走向怎样的局面？俄罗斯军队此前频繁爆出丑闻，说法一个比一个离谱。要么是下级惹到上级，当场被拉出去清除；要么是俄军官大发战争财，把军费用来购买莫斯科房产，导致前线战士因环境太差自尽。各种离谱丑闻，洋葱新闻都不敢这么写。但现在看来，这些应该都不是假消息，因为俄高层的疯狂内讧比这更离谱。一名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官员透露，俄高层正打得不可开交，具体表现在包括安全部门、总统办公厅在内的政府机构正疯狂争夺日益减少的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至于原因很简单，战争开始时，这些机构的权力突然膨胀，外出办事时，地方政府把他们当克里姆林宫主人捧，给自己办私事时，相关部门也是一路绿灯。只要战争继续，他们就可以一直享受战时优待。战争对国家是痛苦的，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前所未有的幸福。但现在俄军颓势尽显，比如大红军村，跟乌军僵持几年都没拿下，战争也好像走到了尽头，这是所有俄高官的共识。那么面对即将溜走的权力，他们会怎么做？不难猜，他们只做一件事，即抢走最后的政治资源。对此，重要新闻表示，莫斯科的安全部门已越来越独立于政府和总统府，开始搞自己的新核联省。而联邦安全局更离谱，一位安全局现役官员证实，监视行动早已由监视敌人和敌国转变为监视自己人。俄罗斯的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都成为了安全局的重点监视对象，如此相互提防，各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调，各种重要决策全凭高层官员的良心，这就有了前线军需疯狂告急，后方高官疯狂贪污的离谱现象。除了疯狂敛财，后方高层领导还在疯狂内斗，而且方法五花八门。据 Important Stories 报道，俄高层打压政敌最重要的手段当属外国代理人计划，他们将外国代理人标签贴在政敌身上，接着挥舞爱国大棒将其驱赶下台。由于这一手段用得太舒服，因此贴标签的人已不仅局限于高官，那些跟高官有联系的人也成为了受害者。例如一位亲俄博主，仅因为曾赞扬第一副总参谋长基里延科，就被基里延科的政敌贴上了外国代理人标签，沦为人人喊打的俄奸，被迫卖国成为不少俄罗斯高官及相关人员的日常。这把内讧大火还烧到了普京身上。消息人士指出，安全部门已将尤里科瓦尔丘克这位普京最亲密的好朋友之一视为争夺克里姆林宫决策权方面的竞争对手，只因此人不但很有政治影响力，还是俄罗斯银行股东，这就意味着他在经济上也有相当大的能量。加上普京这层关系，其决策权之大难以想象，由此产生了极具反差感一幕。安全部门主管安全，但他们不想让科瓦尔丘克处于安全之中。普京的盟友尚且危险重重，其他的莫斯科官员更是如履薄冰。如数据统计，仅2025年一年就有155名俄政府官员被拘，甚至包括市长和副州长。大规模资产查封已变成莫斯科的常态。目前莫斯科的狼人杀还在继续，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村民，或者成为下一个狼人。天黑之后，人人自危。正如一位前克里姆林宫官员说的那样，政府或许还能勉强维持数年，但只要战争没有停止，内讧就不会停止。莫斯科内部崩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在克里姆林宫忙着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时候，泽连斯基准备开启前往土耳其的旅程。他想做一件事，那就是重启和平谈判。当然，他不是孤单一人，美国也开始转变态度，允许 ATACMS 远程导弹首次打击俄本土，促使克里姆林宫接受走上谈判桌。火力军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普京不肯结束战争？是因为侵略目标没有达成，还是因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恐惧？火力军要说以上答案都不对，普京肯定不是不肯结束战争，而是不能结束。普京想得很明白，战争打到现在，俄乌双方各地都已千疮百孔，继续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但他没得选，这场由他挑起的侵略战争只能以你死我活的结局收尾，不然他的政治生涯也得跟着陪葬。但泽连斯基并不是咄咄逼人的人，他知道俄罗斯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为了和平，
泽连斯基决定给普京一个台阶下。据欧洲通讯社报道，泽连斯基访问土耳其时表示，他准备重启2年前的谈判，帮助俄罗斯结束战争。注意，他使用的词汇是帮助。从这也能看出，泽连斯基看出普京正处于尬住了的情况，而与普京习惯性开空头支票不同，泽连斯基一直在为重启和谈办实事。其在 X 媒体上发推文表示，自己将前往土耳其举行会谈，为重启谈判制定解决方案。未来和谈地点很大概率定在土耳其，他也希望另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加大支持力度，种种努力只为实现俄乌的和平。与此同时，另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开始了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派遣一个高层代表团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进行详谈。这个代表团阵仗不小，由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领导。此人被特朗普誉为杀手，当然并不是说他喜欢痛下杀手，而是比喻其冷峻的办事风格。特朗普这次派他出马，明显为2个目的：一是跟泽连斯基谈清楚和谈的细节和方案；二是将跟俄罗斯谈判的方向往军方高层方面引导。相关报道对此佐证，莫斯科被特朗普反复横挑的态度挑逗得死去活来。普京怕了，他真的怕白宫再玩一遍左右摇摆，因此现在的普京更倾向于跟美军方斡旋。那么这场谈判能否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停战的到来？实事求是地说，可能性真不小。理论上，俄罗斯经济已到崩溃的临界点，克里姆林宫犯不着继续维持战争，将莫斯科打得沦陷。实际上，美国也开始打破常规，同意乌军使用 ATACMS 远程导弹，几发导弹下去，直接将俄罗斯炸投降。美国供应给乌克兰的武器中，战斧和 ATACMS 导弹属于其中优等生中的优等生。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战斧直接被特朗普 pass 了。就当克公开心的以为 ATACMS 也将面临被禁用的命运时，乌克兰却给了俄军当头一棒。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披露，乌军成功使用 ATACMS 战术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一发美式大导弹飞过来，一发入魂，直接将目标炸得连灰都不剩。从相关消息看，这枚 ATACMS 属于最新型号，射程约321公里，而最初型号仅超过160公里。事情到这儿，再迟钝的人恐怕都能想明白，这次行动的背后必定有着美军的支持。不过这还没完，乌克兰总参谋部紧接着强调，接下来乌克兰还将陆续使用 ATACMS 对俄境内实施打击任务。乌克兰的行动等于美军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打击政策已彻底改变。接下来，管制政策将持续放松，更多美式武器会陆续解禁出现在俄乌战场，给予俄军最可怕的打击。实话实说，火力军刚听到这消息时就被震惊到了，因为在1个月前，五角大楼还在阻止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短短1个月，美军像是变了个人。至于原因，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特朗普对推动俄乌停战的态度已经变了，即帮助乌克兰不断给俄罗斯施加战场压力，促使普京不得不坐上谈判桌，为新一轮和平谈判做准备。对乌克兰军队而言， ATACMS 的加入正在改写战场规则，而这也将逼迫普京不得不接受停战的规则。不过既然 ATACMS 都解封了，战斧等重型打击武器还会远吗？战场之上，火力军还想在这里介绍一位乌克兰英雄，代号基辅。他的故事告诉每个走进战场的乌克兰人，他们为何而战。俄罗斯开启侵略战争前，基辅还只是一位普通的摩托车爱好者。公路赋予他自由的感觉，他也的确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教人开车，以此帮助别人找寻自己的自由。但当俄军入侵自己的国家时，基辅换上迷彩，带着公路骑士的信念，加入第110机械化旅驻守阿夫迪伊夫卡。这里没有平坦的公路，只有断壁残垣间的生死航线。基辅操控的不再是教练车，而是搭载保卫祖国的 FPV 无人机。这位代号基辅的士兵明白，只有保卫国家的自由，乌克兰人才能拥有自己的自由。从第110机械化旅提供的视频来看，基辅是阿夫迪伊夫卡上空的鹰眼，无人机传回的每一组坐标都在为战友撕开胜利的通道。当屏幕里的十字准星锁定目标，他想起曾对学员说过的话，每一次判断都要对自己和身后的人负责。现在他是对自己的战友负责。10月18日，在吕布发布的对话里，基辅谈及过往时笑着说：“公路给我自由。”谈及战场时，眼神却瞬间锐利。现在我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重新骑上摩托车追风。乌克兰为何而战？为身后乌克兰人民的自由而战。不过，并不是所有乌克兰人都在为乌克兰的自由而战。俄战区方向还有46000名乌克兰人正被俄罗斯威逼利诱，向乌克兰发起进攻。
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秘书德米特罗·乌索夫透露，俄罗斯已从临时占领区动员超 4.6 万名乌克兰人参与对乌克兰的作战，这个动员自然是强迫性质的。乌索夫对此做出了更详细的列举。俄军在顿涅茨克动员5368名乌克兰人，在扎波罗热动员560人，在克里米亚更是动员35272人。这些人有不少是被关押的乌克兰公民，占比超16%。事实上，俄军用乌克兰人打乌克兰人的做法并不让人惊讶，这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而且做法很普遍。比如之前在暂时被占领的赫尔松地区，俄军安插了当局，强迫当地乌克兰人为他们的亲属接受俄罗斯护照，还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就将剥夺监护权。一旦接受俄罗斯护照，那么这些可怜的乌克兰人就将不得不被俄罗斯强制征兵，向自己的祖国开枪。好在乌克兰相关部门正在行动，乌索夫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正在进行人员交换，用被俘俄罗斯人换取身处俄战区的无辜乌克兰人，并且他还会向乌克兰议会提出立法修改建议，防止交换到被占领区的乌克兰人又被遣返回俄罗斯蘑菇。总之，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乌克兰人回到祖国的怀抱。这边乌克兰在努力救回被胁迫的公民，另一边俄罗斯就有点不讲武德，对波兰和乌克兰的军援铁路线进行疯狂破坏。但与以往袭击不同，这次袭击直接引发波兰总理图斯克的震怒，因为种种线索表明，背后的凶手或许跟克里姆林宫有关。俄军这次袭击的铁路段属于德布林华沙线，通常被用来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物资。现场调查发现了第二个爆炸装置和视频录制设备，调查局甚至已追踪到用于远程引爆的 SIM 卡。这些 SIM 卡的购买方式极为隐秘，可见购买者在极力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波兰特勤部门协调员发言人雅采克·多布任斯基直言，一切迹象都表明俄罗斯情报部门是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而卫报的报道更是直言不讳，其声称所有线索综合起来竟然极为符合俄罗斯的整体战略，莫斯科显然有所插手。卫报的论述就差直接表明这是俄军在对波兰实施的直接威胁。不过俄军的威胁还真吓不到波兰。波兰外长希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应该跟唱唱歌跳跳舞一样轻松，最迟3天就能完成。结果4年过去了，俄军还在顿巴斯，哪怕再让俄军打个40年，最后真打赢了乌克兰，这样的胜利还能称得上胜利吗？更何况乌军正在不断送予俄罗斯失败的滋味。另外，希尔斯基还认为，一旦乌克兰被征服，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波兰。对此，希尔斯基笑道，但你知道的，我们宁愿吃草，也不愿再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正如乌克兰人一样，波兰人也不会向俄罗斯屈服。除了俄乌战场，世界另一头的台湾海峡，美国突然送了台湾一番大礼。据美国国防部官网消息，美国已确定向台湾出售价值近7亿美元的防空导弹系统。这批导弹曾在乌克兰实战中使用过。从国防部的声明看，这批导弹的生产将在马萨诸塞州的图克斯伯里进行，预计完成日期为2031年。美军向台湾提供防空导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上周四，美国就开始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3.3亿美元的战斗机及其飞机零部件，这是特朗普自上任以来首次和台湾进行这类交易。甚至再早一点，去年美国就曾表示，美军将给台湾提供3套防御系统，作为售价20亿美元武器销售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再度出售导弹系统，算得上情理之中的事。甚至火力军大胆猜测，美军与台湾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未来甚至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那么美军为什么要同意这项决定？火力军认为原因不在乎2点：一是美国亚太战略影响，提升台湾国土防御水平，构建亚太防御链条；第二则是服务国内军工复合体利益，对台军售能为美国军火商带来巨额利润，这将有效扩大美军军费来源。那么大家认为美军后续还将对台湾带来哪些援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泽连斯基给普京下了台阶？普京是否会倾向于停战呢？您又认为乌首次发射 ATACMS 是美军传来的何种信号？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